周三，川普总统宣布了一项新的联邦燃油标准。他表示呢，此举不但将节省大量的支出，还能振兴美国的汽车制造业。另一方面呢，财长贝森特周三做客媒体论坛，猛烈抨击了左派媒体的假新闻丑闻，并讽刺拜登政府10个月里面从未召开过内阁会议。另外，川普总统昨晚还转发了英文大纪元对 FBI 局长帕特尔的专访节目，并再度聚焦中共的芬太尼问题和机密文件调查事件。好，下面是本台驻华府记者张亮、任浩发来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宣布重置联邦燃油标准，他认为这一举措将为美国家庭每年节省总计1090亿美元。Today, my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historic action to lower costs for American consumers, protect American auto jobs, and make buying a car much more affordable. 川普重申要振兴美国制造业，总结包括福特等车厂在美国的投资计划，同时宣布允许在美国制造和销售小型汽车。川普降低拜登对2022年到2031年生产汽车的过度燃油经济性要求，取消车厂之间的积分交易。这意味着特斯拉等电动车制造商失去了出售积分的利益，而汽油车厂也避免了被罚款。美国传统汽车厂商赞扬总统的决定。Today is a victory of common sense and affordability. We're very proud of Ford to be the #1 auto producer in our country. We decided to invest to Jeep, Ram, Dodge, and Chrysler $13 billion in the next 4 years. That's because we believe in what you, Secretary Duffy, and all your team is doing. 2024年，拜登政府要求轻型车辆的燃油经济性从当年的每加仑汽油行驶39.1英里，提升到2031年的50.4英里。川普说，这个目标是不可实现的。周三，财长贝森特做客《纽约时报》主办的论坛，斥责这家左媒是史上最大的新闻界丑闻。We just had a 3-hour cabinet meeting yesterday, Andrew. For 10 months,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id not have a cabinet meeting. 贝森特还趁机感谢戴尔夫妇周二的捐赠非常慷慨，因为捐款将支付给现在10周岁以下的美国孩童，也就是不限于大而美法案规定的川普任期出生的宝宝。Children and families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check on their phone that this is my piece of the American dream. 新唐人姐妹媒体大纪元的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上周末播出对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的专访，讲述终结中国向美国走私芬太尼、追回数千份被装入焚烧袋的机密文件，以及科米案撤诉等诸多全美关注话题。川普在真实社交转发了大纪元的专访，并特别摘取了帕特尔半分钟的陈述。帕特尔除了发布大纪元的专访，还在 X 平台转发了新唐人制作的短视频。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亮、任浩，美国报道。感谢张亮、任浩的报道。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和公共安全的考量呢，宣布全面暂停所有的庇护申请，并暂缓了遣返的申请，同时停止了19个国家公民的移民和福利的审批，重新复查自2021年以来的已经批准的案件。移民局将强制进行更严格的背景调查和面谈。川普政府强调，此举将必要时无限期的延长。川普总统表示呢，美国正处在关键的时刻，必须重建移民制度，杜绝安全风险。出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考量，美国政府周二宣布暂停审理所有庇护和暂缓遣返申请的 I-589表格，不论申请人的国籍是哪里。同时，暂停审理来自19个国家公民的福利申请，并全面审查2021年1月20号之后入境者的已批准的福利申请。移民局将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接受彻底的复查程序，包括可能的面谈，必要时还需要重新面谈，以全面评估所有关乎国家和公共安全威胁的情况，以及任何不符合入境资格的理由等。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布的备忘录，受影响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委内瑞拉、索马里、古巴、老挝、赤道几内亚、海地和伊朗等。早在今年6月，这19个国家就已经被列入了旅行禁令名单，其中12国公民被全面禁止入境，7国公民被限制入境。新政策暂停了所有禁令名单国家的移民申请，包括入籍宣誓典礼等。
这些国际这些案子通常都会暂停，或者是正在进行的案子也都能暂停。但是这通常对我们华裔说中文主要的这些客户来说的话，这是没有受到影响的。那未来这种情况会不会继续扩展，然后去包含更多国家？I guess 这也是有可能啊。对，就是要看那个政治上面的情况是如何。由于近期的移民犯罪事件激增，美国政府将执行更严格的审批程序。备忘录还提到了上周发生在华盛顿的2名国民兵被阿富汗籍移民开枪射杀事件。川普总统11月底曾表示，暂停庇护申请的政策主要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可能会无限期延长，这也是恢复美国移民系统的必要之举。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国正处在一个关键时刻。But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 see these people ripping it off, and now I'm understanding, and you're going to look at that's. I hear they ripped off Somalians, ripped off that state for billions of dollars, billions, every year, billions of dollars, and they contribute nothing. The welfare is like 88%. We have to rebuild our country. You know, our country's at a tipping point. 新唐电视台记者郭约西美国报道。川普总统周二转发了 FBI 局长 Kash Patel 接受英文大纪元资深主持人杨洁凯专访的节目。今天呢，我们来播出的是专访的其中一部分。帕特尔在访谈中呢提到了打击中共等敌国在美国的间谍活动和跨国镇压是 FBI 的首要任务之一。帕特尔局长很荣幸能邀请您参与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欢迎您光临 FBI 总部。上一任 FBI 局长曾公开表示 ，FBI 平均每10小时就会重开一宗与中共相关的反间谍调查。我很好奇，现在情况是否有所改变？是的，反间谍工作的确值得讨论，因为这是国家安全任务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 FBI 的首要任务。从今年初到现在 ，FBI 逮捕的在美从事活动的中共、朝鲜、伊朗和俄罗斯的间谍人数，比去年增加了40%。差别就在这里，我们正确实地破坏这些间谍行动，把他们踢出美国网络，将他们送上法庭，并关进监狱。这是 FBI 与司法部精诚合作展现的一种强有力的公共执法行动。从控制芬太尼、反间谍到打击暴力犯罪，司法部长在所有领域都是 FBI 的杰出搭档。如果没有公开检控，我们就无法有效地完成任务，并曝光相关讯息。我们已公开将所有这些间谍案子送入法庭。同时，我想鼓励媒体和观众深入了解这些案子。我们会将每一次的破案行动公诸于众。还有一个议题，通常被称为跨国镇压。过去，美国的执法机构，包括 FBI， 往往把这类事件视为华人社区的内部纠纷，却没能意识到这背后有外国国家机器对流亡海外人士的迫害。我想了解一下，当前 FBI 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方式是否有所改变？这届 FBI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在于，立案只是我们10个工作步骤中的第一步，而真正重要的是结案，是提出检控并破坏敌方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公开且有力的制止敌对势力的方式。我们也在这样处理跨国镇压案件，无论这些势力来自中共、伊朗还是俄罗斯当局。我们看到，这些敌对势力在干扰我们的反间谍及反跨国镇压行动。他们与一些美国在职官员合作，其中包括军方、情报界和智库人士。我们正在逮捕这些人，公开曝光他们的身份，并将他们绳之以法。FBI 今年已逮捕了数十名身居公职却在与中共当局合作的人，他们向中方出售白皮书。我们也抓捕了与俄罗斯、伊朗当局做同样事的人。FBI 正在保障美国的利益，不仅在这些领域，也包括农业领域。就在本周，我们阻止了一名中国人，他试图把大肠杆菌带进美国。我们之前也在密西根州有过类似行动，当时有人企图将真菌带进美国，并通过一名在密西根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员，试图改造我们的农业种子。这些都是实际成果。
比只不断立案要有效得多。这让我不禁好奇，你们在幕后还做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工作？确实，对于有些工作，我们不能公开谈论。但有一点，没人能质疑这届 FBI 的透明度。我们公开的资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每一宗案子、每一次逮捕和破案行动中，我们都通过媒体、社群和其他访谈形式，最大限度地公开案情。当然，这离不开白宫与司法部卓越领袖的支持。不仅如此，这届 FBI 与国会的合作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其实，我以前从没公开谈过这一点。FBI 历来都是在私下展开调查，而现在我们正在尝试一种新模式，在保持必要的调查保密性的同时，尽可能向公众提供资讯。在普京和美方高级代表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闭门会谈之后呢，依然未能就乌克兰和平方案达成突破。普京的顾问强调，领土问题不解决，危机将始终无法终止。克里姆林宫表示呢，普京接受了部分内容，并愿意继续谈判。美方则评估这次会晤具有积极的意义，并邀请乌克兰方面赴美国磋商。同时呢，欧盟达成了2027年前全面停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协议。周二，美国高级代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5个小时的闭门会谈，双方最终没能就乌克兰和平计划取得突破性进展。Обсуждались конкретно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без которых мы не видим разрешения кризиса. 克里姆林宫周三称，普京接受和平提案的一些条款，同时也拒绝了部分内容。俄方愿意继续与美方会晤。乌克兰外长西比哈当天表示，乌方在美俄谈判结束后，与川普的特使威特科夫通了电话。美国代表团评估认为，这次会谈对和平进程具有积极意义。美方也邀请乌克兰代表在不久的将来到访美国，继续谈判。What they're literally fighting over now is about 30 to 50 kilometer space in the 20% of the Donetsk region that remains. And so what we have tried to do, and I think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stop the war, make sure they never get invaded or attacked again, protect Ukraine's long-standing and long-term sovereignty and independence, and allow their economy not just to recover, but to prosper. That's what we're trying to achieve here.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美国无限期地为这场战争提供资金是不现实的。就在周二，川普总统宣布停止资助乌克兰。目前的方式是通过北约协调的 PURL 援乌计划，欧洲国家从美国购买武器来军援基辅。周三，北约各国外长在布鲁塞尔召开会议，决定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当天，德国、波兰、挪威、荷兰与加拿大宣布将共同注资约10亿美元，为基辅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军备。目前有2/3的北约成员国同意加入援乌计划。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hilst they take place, and we are not sure when they will end, that Ukraine is in the strongest possible position to keep the fight going. 同一天，欧盟宣布就彻底停止俄罗斯天然气进口达成协议，目标是在2027年前全面淘汰俄罗斯天然气。这是欧盟对俄制裁施压的一部分。Today is indeed a historic day for our union. This is the dawn of a new era, the era of Europe's full energy independence from Russia. 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提出更新提案，内容涉及将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作为赔偿贷款，满足基辅未来2年的紧急资金需求。We have very strong safeguards in place to protect member states and to reduce the risks as much as possible. We have to increase the costs of war for Putin's aggression, and today's proposal gives us the means to do this. 一位俄罗斯高级银行家此前曾威胁称，如果欧盟动用俄罗斯遭冻结资产，俄罗斯将提起长达50年的诉讼。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易静综合报道。40多年来呢，美台双边都是按照《台湾关系法》有限制的进行政府层级的互动。那么这个模式呢，在本周二迎来了崭新的突破。川普总统正式签署了一项《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规定国务院至少每5年更新一次对台湾交流的相关指引。
外界认为呢，在台海局势紧张之际，这项举措充分展现了美国对台湾的重视，同时也对中共传递出了明确的警戒意味。根据美国国会文件，《台湾保证实施法案》要求国务院至少每5年提交一次审查报告，确保能深化美台关系，并评估是否有具体机会解除过去历史因素造成的美台互动限制。法案由国会共和党议员安瓦格纳提出，并由已故民主党议员盖瑞康诺利与现任民主党议员刘云平共同联署，在今年5月和11月分别由众议院和参议院一致通过，展现罕见的跨党派共识。瓦格纳表示，法案向北京释放明确讯号，美国会坚决反对中共企图主导该地区，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影响力的危险行径。这项法案充分说明了美国重视台湾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民主伙伴，那不但不会抛弃台湾，还准备跟台湾建立更升级的、更长期的官方互动关系。那虽然美国暂时不会跟台湾建交，但是美台关系已经进一步的正常化、正式化。那川普跟国会两党呢推出这项法案呢，是对台湾的一种非军事防卫，也是对中共的非军事警戒。美台在1979年断交后，一直都是依循《台湾关系法》进行双边互动，也因此美台官员互动的层级、场合与公开程度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而《台湾保证实施法案》的核心，正是要求解除这些延续40多年但没有法律强制力的规范。比如说，台湾的总统一直不能够入境美国，都只能路过美国。新签的这个法案，它其实是叫美国的政府自己去评估自己以前设的这些界限，这些红线是不是可以往后退。美国政府的很多长期政策呢，都采取每5年审查一遍的设计，用来检视这项政策是否能够跟当前的国家财政、国家情势和国际局势相匹配，并且做出适当的调整。所以这项法案等于是宣告，美国要跟台湾建立长期的盟友关系，而不是一时半晌的露水姻缘。同时呢，也是对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地位。近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向媒体表示，基于近期与华府的沟通，台湾有信心总统赖清德很快能以过境美国的方式前往拉美国家访问。不过，分析认为，中共会进一步升级台海周边的军事演习与骚扰。但是，台湾人民更要提防的是，台湾立法院的亲共政客们呢，可能会加速推进有利于中共渗透台湾、从内部颠覆台湾的选举相关法案。同时呢，又有更多的中共特务呢，在台湾内部发动支持武统和反美反日的舆论战，从而制造台湾的政治混乱和社会混乱。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资义美国采访报道。近期呢，中共在台湾问题上对日本大动干戈，两国的关系持续紧绷。为了应对台海危机，美军在位于日本冲绳的嘉手纳空军基地进行了快速修复机场跑道的训练，以强化作战准备。嘉手纳空军基地距离台湾仅600公里，是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重要军事枢纽，也是美国空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无人机部队的作战中心。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军在中共攻打台湾时出兵援助，嘉手纳基地最可能成为共军的攻击目标。目前，该基地由爱国者3型防空系统进行防御。根据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报道，驻扎在嘉手纳基地的美国空军第18联队近日在基地内的贝弗利26-1高地进行了作战演习。第18土木工程中队的工程师和爆炸物处理人员在演习中进行了快速机场损毁修复训练，包括对跑道进行填补、加固弹坑、清理碎片等多项任务，以确保空军基地在受威胁的环境中能维持航空作战。第18联队还表示，其作战支援中队和土木工程中队正在进行该基地年度最大规模的机场维修项目，包括更换磨损坡面和升级关键跑道区段，以确保基地维持作为美国空军在整个印太地区的重要前线发射点。事实上，美中之间的角力不仅限于印太地区。近日，美国为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将希腊战略港口埃莱夫西斯港扩建为军事基地，引发中共当局的强烈反弹。美中在希腊对峙局势逐渐白热化。
上个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了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言论，令中共跳脚。中共随即祭出一系列报复措施，导致日中关系紧张不断加剧，台海局势也随之升温。据日媒总统在线近日报道，前日本海上自卫队干部大野狼少佐的兵棋推演结果显示，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在24场战役中有22次都是日美台获胜，但如果美日缺席，台湾面临的战略风险将大幅增加。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琴综合报道。进入12月，浓浓的圣诞气氛就扑面而来，家家户户都开始装饰起了圣诞树，挂上了各种圣诞装饰。但有多少人想过，这些中国制造的装饰品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曾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关进监狱的黄奎博士，向一家美国电台透露，他在被关押期间，每天都长时间被迫做奴工，简直像生活在人间地狱。而他做的产品之一就是出口到美国的这些圣诞装饰。周一，特拉华州电台 WGMD 927节目主持人凯文·韦德特别邀请曾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关在中国监狱长达5年的黄奎博士，讲述他每天18小时被强迫做奴工的遭遇。黄奎原本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只因为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个好人，不但博士学业被迫中断，还被判入狱5年。在监狱里，他遭到各种酷刑，包括强迫劳动、电击、剥夺睡眠和洗脑。幸运的是，他在2008年成功逃离中国，来到美国，最后也顺利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他回忆，从2000年底到2005年底，他被关在广东的一所监狱里，每天都得做苦力，制作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大多是节日用的装饰品，比如塑胶花、圣诞树、彩灯等等。劳动强度非常大，没有休息日。更糟的是，大约20个人被挤进一间小小的牢房，吃饭、睡觉、上厕所、做苦力，全部都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完成，生活完全就是人间地狱。黄奎说，他们在牢房里做的塑胶花，上面的标签是英文，价格标的是美元。狱警表示，这些东西都是要出口到美国的。除了手工艺品，他们还要加工食品。他说，做开心果最恶心，因为要手工剥开硬壳，每个人的汗水、泪水、血，甚至手上水泡流出的脓，全都粘在那些坚果上。有的人甚至会用尿液去软化坚果外壳。狱警还说，这些坚果是从美国运到中国加工，再运回美国卖。黄奎表示，等他来到美国后，看到自己在中国监狱像奴隶一样做出的产品，竟然真的摆在美国商店的货架上，他完全无法形容那种心情。事实上，在过去26年里，无数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非法迫害、拘留或监禁，甚至被大规模活摘器官。对此，节目主持人韦德直呼太令人震惊了。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美国报道。周三，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北京，展开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双方预计将讨论经贸合作、乌克兰战争等议题。这是马克龙2017年成为总统以来第4次访问中国。就在马克龙的专机降落之际呢，多个人权团体发出了紧急呼吁，要求他将人权议题纳入这次访问议程。在法国总统马克龙启程访华当天，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发表声明，敦促马克龙公开提出中共迫害人权的问题，将尊重人权列入中法关系的核心议题。人权观察呢，他们希望说把这个尊重人权这样一个条款能够写入中法条约，或者是他们的这种合作声明、协议文件等等。其实啊，这种行为的本身，它其实就已经折射出来，就是中共它在迫害人权这方面，其实已经是有一点变本加厉了。人权观察在声明中呼吁马克龙应对中共日益加剧的人权镇压采取具体行动，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人权与跨国镇压行径。但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权从来没有改善过，而且呢是越来越恶化。原因也非常的清楚，就是中共的性质，它的政治结构。
在近期的案例中，曾留学法国的张雅迪于7月31号在返回中国时被捕。他因在海外参加倡导人权的活动，被中共当局以所谓煽动分裂国家罪名拘押。人权组织日前呼吁马克龙关注张雅迪案。分析指出，在世界地缘政治紧张之际，马克龙此行目的是要平衡中欧经贸关系与俄乌冲突议题。不过，马克龙的愿景可能会落空，因为中欧的贸易逆差就是中共产能过剩、大量倾销所致。而俄乌战争，众所周知，中共一直在暗中支持俄罗斯。马克龙要想寄希望于让中共来帮助解决，恐怕都是有点缘木求鱼的。其实，中共和欧洲，包括和法国，它的这种贸易的不平衡，它的这个背后的真实的原因，是因为中共这边它是把大量的这种产能过剩的这些就是商品是大量输出到了法国这边来。与此同时呢，中共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就是贸易壁垒，他把这个法国的商品把它挡在中国市场之外，解决俄乌战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更就是一种非常天真，因为谁都知道俄乌战争的爆发其实和中共的极力的撺掇和包括中共全力以赴对俄罗斯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分析指出，中共的专政结构决定了其政权的核心利益就是优先维持其政权，因此外界提醒不要再对中共抱有幻想。为什么过去几十年西方对中共的人权施压其实呢并没有效果一直在失败？首先，因为民主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逐渐失去了对中共的优势和制衡的能力，经济上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供应链，在政治上被中共长期的渗透影响、利益捆绑。那么企业界呢也是担心失去市场而压制自己的民主政府。像某些政界的人物，那更是对中共抱有持续的幻想。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月长春采访报道。香港大埔鸿福苑恐怖大火发生1周之后，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9人，搜救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市民的震惊和愤怒依然在蔓延。随着更多工程事故疑点被曝光，20多人被捕，追责的呼声也不斷地升高。DVIU 咧已經完成咗搜查咧宏福苑全部7座大樓嘅內部嘅範圍。咁今日喺上址咧係再揾多3具嘅遺體嘅，直至到今日下晝2點鐘，死亡人數咧一共係159名，當中咧有140具嘅遺體或者遺骸啦，初步咧係家屬咧係確認咗身份。警方透露，死者包括91名女性与49名男性，年龄介于1岁至97岁之间，其中包括1名殉职消防员，另有约30人仍然下落不明。警方指出，部分主力墙仅剩钢筋，失踪者可能已经完全焚毁，最终可能无法辨认，但会尽力完成最终搜查。这场火灾于上个月26日从大埔鸿福苑的其中一座大楼外墙装修位置爆发，火势沿着包围外墙的棚架与可燃物迅速蔓延，波及7座大厦，成为香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高楼火灾之一。香港反贪机构也介入调查，重点聚焦维修工程是否涉及贪腐与违规审批。目前，当局已拘捕21名工程相关人士，其中15人涉嫌误杀，另有6人涉嫌向消防处提供虚假陈述。在严峻灾情与追责声浪之中，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主席接立健表示，香港的大火如此惨烈并不意外，堪称中国大陆巨大灾难的2.0版。中共完全控制下的城市灾难遍地，因为共产党已经把香港的法治自由和监督完全破坏，制度缺失下必然滋生腐败和专权。而鸿福苑大楼翻新属于政府项目工程，火灾肇始者就是中共独裁腐败的体制。火灾后，一位香港年轻人发起追责联署，却随即被港警以国安法逮捕。接立健认为，这是中共惧怕人们有法律维权意识，香港国安法就是给香港人的口袋罪，人人自危。与此同时，鸿福苑附近原由市民自发动员的鸿福打气区便利贴墙，也在12月2日被清除，引发外界关注。在海外，艺术家也以文化方式回应这场悲剧。美国自由雕塑公园将于12月6日揭幕，由港人艺术家夫妇林黎林浪创作的壁画《倒下》，象征港人面对强权时的大卫精神与坚韧不屈。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田心综合报道。周三，韩国前第一夫人金建熙接受最终庭审，面对股票欺诈和受贿罪等指控，检方求处15年徒刑，并科以高额的罚金。
最终的宣判将于明年1月28日进行，正好是戒严事件满1周年。那么，前总统尹锡悦目前依然在狱中为戒严行动辩护。韩国政局持续紧绷，首尔街头的民众举行集会，对国家的未来表达不同的诉求。周三，韩国前总统夫人金建熙戴着口罩、低垂着头，被警方带到法庭上，接受一审的最后一次听审。庭审中，检方就对金建熙的指控进行了最后陈述。这些指控包括股票欺诈、受贿和权钱交易等。检方向法官提出量刑请求，要求对金建熙判处15年有期徒刑，处以20亿韩元（约合136万美元）的罚款，并追缴9.4亿韩元的非法所得。当天，金建熙为引发的担忧向公众道歉，但他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将在1月28号对案件进行宣判。而金建熙庭审当天，正值戒严事件发生1周年之际。去年12月3号，前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紧急戒严，表明是为了铲除亲朝鲜共产主义的反国家势力。不过，近6个小时之后，戒严令就在在野党议员的投票反对下被迫解除。尹锡悦因此被罢免了总统职务，并面临多项指控，入狱待审。韩国总统李在明周三表示，政府迄今仍然在应对戒严风波造成的后果，并将确保肇事者受到法律制裁。尹锡悦则在同一天委托律师发表声明，表示去年戒严是为了对抗使国政瘫痪、摧毁自由宪政秩序的颠覆势力，是坚决保护国民自由与主权的守护宪法行动。在韩国政局发生动荡的这段时间里，代表不同声音的民众一直自发地上街呼吁。尽管天气寒冷，周三当天仍有数万市民集会表达心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付宇综合报道。周三，以色列政府确认，恐怖组织哈马斯周二移交的遗骸并不是以方人质的遗体。同时呢，以色列宣布即将开启拉法边境口岸，允许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另外，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高层展开了历史性的会晤，商讨未来的双边合作事宜。周三，以色列政府表示，正准备迎接一具被哈马斯归还的人质遗骸，等待确认身份。Israel is preparing to receive the remains of one of these hostages around 5 p.m. today. We will only know it is officially one of our hostages once they have been identified by the Forensic Institute. 哈马斯周二移交的人体遗骸经官方鉴定后确认，并非属于以色列人质。以色列政府还宣布，即将开放拉法边境口岸，允许巴勒斯坦人经该口岸离开加沙走廊。在所有遭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释后，该过境点将恢复双向通行。The Rafah crossing will be opening shortly. In the first instance, this will be exclusively for the exit of residents from the Gaza Strip who wish to leave to Egypt. 目前仍有2名遇害人质的遗骸滞留加沙。一旦最后1名人质的遗体被归还，加沙停火协议第1阶段将宣告结束。由美国主导的这项加沙和平计划将进入第2阶段，包括建立国际稳定部队、组建和平委员会以及解除哈马斯武装。在黎巴嫩方面，以色列政府发言人周三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代为出席与黎巴嫩政府代表的会晤，这标志着以黎两国在和平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Today's meeting in Lebanon is an initial attempt to establish a basis for relationship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Israel and Lebanon. This is a historic development. 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见了美国中东和平事务副特使奥尔塔格斯，双方就中东最新局势举行了会谈。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赵凤华综合报道。好，下面是今天的国际聚焦。12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在国会大厦西草坪主持年度国会圣诞树点灯仪式，并与来自内华达州的9岁男孩格雷迪·哈姆斯特朗共同点亮2025年国会圣诞树。今年的圣诞树是一棵约16米高的红杉，来自内华达州，也是该州首次为国会提供。这项点灯仪式自1964年以来已成为一项传统。
12月2日，美国法拉盛华人工会宣布，将于2026年2月21日举办第30届法拉盛中国新年大游行。主办方预计将有超过1万名游行者、10万名观众参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12月2日表示，44岁的墨西哥籍司机赫克托·巴尔德拉斯·阿基洛因在加州圣地亚哥撞死11岁男孩后逃逸而被捕，被控撞人后逃逸致死重罪。此嫌犯还是曾4度被遣返后再次非法入境的非法移民。艾斯已向加州当局警方提交移民拘留令。国土安全部指出，悲剧原可避免，呼吁加州遵守拘留令，让联邦机构接管。英国卫报调查指出，缅甸军方近期轰炸 KK 园区只是政治作秀，诈骗集团早已转移，摧毁多为空楼。分析称，军方无意根除年产值超过700亿美元的诈骗产业。诈骗网络短短5年已成为跨国犯罪体系，并渗入国家机构，成为湄公河区域的经济引擎。目前仍有大约2万名受害者下落不明。专家警告，东南亚正步入诈骗之国时代，非法经济规模已逼近正规经济的40%。20世纪影业压轴巨作《阿凡达：火与禁》全球首映将于12月17日在台湾率先登场，预售票一开卖就被影迷秒抢，连限量好礼都成热门珍藏。好莱坞金牌导演詹姆斯·卡梅隆还特别录制暖心视频给影迷，保证这版的情感震撼直接打到心底。首映红毯星光熠熠，柔伊·沙达纳、雪歌妮·薇佛与麦里希拉轮番亮相，媒体更是大赞本集更宏大、更动人，被形容是系列最佳，气势满满，全球将再掀蓝色风暴。承传传统，匠心独具，普瑞堂玄宝黑参。精选韩国优质高丽参，历经2260天，9蒸9曝手工制作，富含人参皂苷，去除燥火，滋养身心。普瑞堂玄宝黑参再现生命活力。点击视频下面连结，输入 NTD999即可享受全球免运费。